一枚金光闪闪的数字硬币在黑暗中旋转，悬浮空中，背景是华尔街交易大厅的混乱喊声，屏幕上红绿数字疯狂跳动。镜头猛然拉远，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在薄雾中闪烁，霓虹映照海面。突然，屏幕裂开，露出堆积如山的美国国债债券，36万亿美元的数字像火山喷发，吞噬一切。紧张的鼓点轰鸣，镜头飞速切换，华尔街交易员汗流浃背，香港程序员手指飞舞敲代码，全球资金如暗流在地图上汹涌。旁白低沉，带着紧迫感，缓缓拉开这场金融大戏的帷幕。深夜，2025年6月3日，全球经济的心脏剧烈跳动，一场隐秘的风暴正在酝酿。主角是一个名叫稳定币的数字新星，它表面承诺稳定，像美元一样可靠，却藏着足以颠覆世界的秘密。美元，曾经的全球霸主，如今背负36万亿美元的债务黑洞，利息像怪兽吞噬一切，投资者却纷纷退场。谁来为这天文数字买单？是你，是我，还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亿万普通人？与此同时，香港的夜空下，一场反击悄然上演。稳定币草案推出，锚定港币的项目点燃希望，试图从美元的铁腕下突围。这是一场货币的革命，还是债务危机的数字伪装？稳定币究竟是救命稻草，还是大国博弈的危险棋子？今晚，我们深入风暴眼，撕开迷雾，带你直击美元如何转嫁危机，中国如何奋力逆袭的惊人真相。系好安全带，这场金融大戏已经开场。几十年来，美元一直是全球经济的支柱，商人用它交易，银行用它结算，国家囤它当储备，像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。可到了2025年6月，堡垒开始皲裂。美国债务像雪球滚到36万亿美元，每年利息支出超1万亿，压得财政喘不过气。过去，日本、沙特、中国是大买家，抢着买美债，美国政府借钱的欠条支撑着庞大债务。可如今，买家犹豫了。日本担心风险，沙特观望不前，中国悄悄减持。美元的信用像一栋老楼，墙缝越裂越大，随时可能塌陷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一个神秘新玩家登场——稳定币。他打着稳定的旗号，宣称能像美元一样靠谱，不让你钱包大起大落。可真相呢？镜头转向美国国会，2025年春，一场秘密会议后，基尼尔斯稳定币法案悄悄通过。硅谷的科技巨头摩拳擦掌，获准发行100%绑定美债的稳定币。这是什么？想象一下，美元有了个数字分身，披着高科技外衣，绕开老规矩，试图让全球继续为美国的债务埋单。与此同时，地球另一端，香港维港的灯光下，一场反击正在升温。2025年，中国香港推出稳定币立法草案，锚定港币的项目火热开动。电商巨头京东冲进测试场，沙盒实验如火如荼，目标直指一条新路，甩开美元掌控的 SWIFT 支付体系，打造独立通道。SWIFT 是啥？就像全球银行转账的高速公路，美元当路霸，收过路费。可现在，香港要修自己的路。这不是币圈的小打小闹，而是大国间的金融生死战。美国想用稳定币救美元，把债务甩给全世界；中国则建防火墙，冲向去美元化的未来。稳定币是货币的新希望，还是债务的遮羞布？故事才刚开始，要看清这场大戏，先得认识主角。稳定币，简单说，是传统货币和比特币的混血儿。比特币你知道吧？那种数字货币，价格一天暴涨10倍，隔夜跌到谷底，像过山车，刺激得让人心跳加速。它靠区块链，一种高科技账本，数据存在全球无数电脑上，
没人能偷偷改，公开透明，跨境转账几分钟搞定，比银行便宜又快。稳定币也用区块链继承了这些本事，快，无国界，难管。可比特币太野，投机味浓，稳定币却不一样，它的目标是稳，币值得像美元、港币一样给你安全感。怎么稳？最常见的招数叫资产抵押。啥意思？想象有个大公司当庄家，拿真金白银做后盾，比如美元、港币甚至美债锁在保险箱里，然后按1:1比例发行稳定币。他们存10亿美元，就发10亿个稳定币。你想换回现金？他们销毁对应的币，把钱退你，像天平一样，供需平衡，币值稳稳当当。波动小，不适合炒暴富，但转账、跨境支付、国际结算效率高得惊人。几分钟，钱从纽约到东京，成本低到感人，银行望尘莫及。可美国玩得更大胆。2025年，美国法案要求稳定币100%绑定美元或美债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美债就是美国政府借钱的凭证，36万亿债务全靠它撑着。这招啥意思？稳定币不再只是货币，而是美元的数字马甲。私人公司绕开美联储、美国央行印美元，管经济的大脑直接发行这种数字美元。听起来像科幻电影，对吧？但真相藏在幕后。美国想甩开老规矩，不用管通胀，物价飞涨让生活变贵，失业这些麻烦，继续印币让全球买单。稳定币成了美元续命的秘密武器，故事愈发诡秘。华尔街交易大厅灯火通明，屏幕闪现2024年的数字28万亿美元。交易员喊声震天，旁白急促，紧张感扑面。2024年，美元信用晃荡，稳定币却像火箭冲天，交易量飙到28万亿美元，碾压比特币的18万亿，超越 Visa 和万事达的年交易额。5000万用户加入，99.75% 的稳定币市值锚定美元，储备超2500亿美元的美元资产。拉美小店用它结账，伊朗、俄罗斯用它躲制裁，阿根廷人用它抗物价暴涨，甚至地下团伙拿它洗钱，速度快到警察抓瞎。Visa 慌了，主动跟稳定币合作，在拉美推支付。故事到这，稳定币已悄悄搭起美元的影子帝国，绕开银行、SWIFT 监管，撑起另一套流通网。早年美国怕这东西失控，2019年脸书推 Libra 类似稳定币，国会直接喊停，担心动摇美元王座。可2025年为啥放行？答案简单，补不如用。被制裁的国家爱用稳定币，好啊，多用。伊朗、俄罗斯、委内瑞拉过去被美国封锁金融，现在用稳定币绕开壁垒，买油、卖货，交易飞快。可只要你用的是锚定美债的稳定币，每花1美元就等于帮美国买债。这些对手摇身一变成了美债的隐形买家。币元冲突越乱，稳定币需求越大，美元越有人接盘，债务压力越轻。这招太狠，化敌为友，把对手拉进美元的买单俱乐部。更绝的剧情来了，镜头转向全球街头，普通人盯着手机，稳定币账户余额跳动，稳定币还盯上了你我。调查说，45%的人用它图高收益，41%爱它快，39%喜欢监管松。2025年美债收益率超4%，听着诱人，但风险大，没人敢碰。日本、沙特、中国都退场。可稳定币绑美债，买币等于买债。
过去买美债门槛高，国家管外汇严，现在有个稳定币账户，全球任何人、学生、工人、小老板都能跳上车。银行存款利率不到1%，稳定币年化4%以上，转账秒到，监管松，你心动不？故事到这，普通人甚至地下资金都变美债接盘侠。卖债给亿万散户，比卖给国家省心分散不易崩。这招叫聚沙成塔，全球小散户聚成救命稻草，拖住美债大厦，剧情越发扣人心弦。画面一暗，美联储大楼在暴雨中摇晃，债券堆积如山，危机感弥漫。最惊人的转折在后头。过去，美元靠美联储印，每一笔牵动通胀、失业、利率，稍不慎震全球。2008年，次贷危机炸开，房贷崩盘，银行倒一片，美联储硬扛，买了2.7万亿抵押证券救华尔街。到2025年，2万亿还烂在账上，换别人早破产。可美联储撑住，靠国家信用。可如今债务更大，锅太重，撑不住了。法案把稳定币变正规军，私人公司成美元副驾驶，绕开美联储复杂规矩，变数字印钞机。美联储像老将军，美元霸权靠新兵撑着，暂时稳住。等大家习惯数字美元，发行权可能悄悄移交。这叫李代桃僵，一场美元的软重启，债务包成稳定币卖出，信用从央行转到区块链，全球自愿买单。美国不发新债，不加息，不管通胀，危机全甩出去。稳定币不是币圈玩具，而是美债危机的数字逃生舱。2025年，香港维港的夜空下，反击的火种燃起。中国香港推出稳定币草案，锚定港币，一种跟美元挂钩的货币。电商巨头京东冲进测试场，沙盒实验热火朝天，目标大胆，绕开 SWIFT 建新路。SWIFT 全球银行转账的高速网，美元当老大，掌控节奏。香港不硬拼，另辟蹊径，用港币稳定币造镜像版。你搞美元稳定币，我搞港币稳定币，互通但不盲从，给用户多条路。若美元稳定币失控，资金能流向港币、人民币稳定币，等于备好消防水，防美元危机烧过来。镜头扫过香港街头，商家用稳定币收款，程序员调试代码，更精彩的来了。这召开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门。从香港起航，稳定币绕开 SWIFT 和美元，连通一带一路、中东、东南亚这些贸易热区。过去人民币想走出去，靠国与国的协议，进出口结算，步子慢，路难走。现在数字高速路来了，稳定币直连小店、用户、平台，起点是电商。20年前 PayPal 想跳出银行做全球支付，可中国的支付宝胜出，从淘宝起步，服务买家、卖家，实体经济落地生根。如今京东的稳定币走同路，为交易、效率、老百姓钱包服务。美国用稳定币救美元，割全球韭菜，可剧情反转，反为人民币铺路，香港成了逆流中的希望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